我们很多髋内旋受限的同学，为了改善自己的髋内旋受限情况，通常会进行大量的髋内旋的训练去进行纠正。然而很多同学即便做了大量的髋内旋训练，仍然效果平平。那么如果你也是这样的同学的话，那么不要划走，今天的视频就非常适合你了。因为当你的髋内旋受限时，我们大部分人会认为你的髋关节处在一个外旋位，那么此时的纠正方案就是拉伸我们的髋外旋肌群，再去强化我们的髋内旋肌群，这种情况就迎刃而解了。然而还有一部分同学是他的髋关节卡在了髋内旋位，此时他的髋内旋也是受限的。然而又因为髋内旋这个状态，他的股骨头被旋转出来了，此时他的髋外展也受到了限制。那么如果你也是练习了很多髋内旋的动作之后，依然没有改善髋内旋受限的情况的话，建议你再做一个髋外展的测试。如果你的髋外展测试也是阳性的话，那么今天的练习就非常适合你了。下面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髋外展测试该怎么做。我们侧躺到垫子上，保持脊柱的中立位，把你要测试一侧的腿抬起，平行于地面。在向上抬腿做外展的时候，要保持骨盆的稳定。你也可以将手扶在上侧的髂骨上，以确定你的骨盆是否是稳定的。然后向上抬起到你的最大极限。我们的髋外展一般是可以到达将近45度的。如果你再往上抬，你的侧腰就要收紧或者发力了，停下来，此时就是你的最大外展幅度。如果你达不到这个角度的话，那么就说明髋外展是受限的。好，当你确定髋内旋受限，同时髋外展也受限的时候，那么你就可以做接下来的练习动作。我们弓步到垫子上，微卷骨盆顶髋。此时让你的右侧臀肌保持收紧，然后让我们的躯干和右腿在一条直线上，左腿屈髋屈膝，大小腿90度，让我们膝盖的外侧顶一个泡沫轴，吸气中轴延伸，呼气让我们的左腿做一个外展的对抗，在这里保持60秒就可以了。我们也可以做2到3组。所以如果你在弓步觉得困难的话，可以先采取仰卧位的训练。把我们要改善一侧腿屈髋屈膝，依然是大小腿90度，大腿垂直于地面，在我们的小腿外侧顶一个泡沫轴，然后吸气中轴延伸，呼气让你的左髋有一个外展的对抗。以上就是我们关于当你的髋关节卡在髋内旋位，同时髋内旋又受限的纠正训练方法。如果你通过上述的测试判定你髋内旋受限、髋外展受限的话，那么你就可以做今天的练习，相信对你髋内旋的改善一定会有所帮助的。关注老王，做深度思考研究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